5月17日，央行连出4条房地产新政，取消全国层面首套和2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政策下限，下调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调整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政策，设立3000亿元保障性住房再贷款，支持地方国有企业以合理价格收购已建成未出售商品房。消息一出，火速占据各大社交平台头条。大家好，今天一收盘呢，一大堆在市场上拿着房地产股票跟债券的投资人欢天喜地的在微信上问我说：“老吴，这个房地产起来了，是不是有救了？到底怎么回事？”今天这个市场传闻呢，是来自于美国彭博新闻社。彭博新闻社发了个文章说啊，中国中央政府正在指导地方政府搞一大堆钱作为资本金，同时再向商业银行借一大堆钱，构成一个基金，脱困基金去救房地产，去买一大堆市场上卖不出去的那些房子，把房子转换过来做一些政策用途，什么人才房啊、廉租房啊、什么公租房啊，大概就是这意思。这样呢，钱到了市场上，救了房地产商，你救了房地产商，不就等于救了银行吗？救了那些发信托的机构吗？救了非标，对吗？救了工人的工资跟社保，救了那些供应商的三角债，也救了那些在银行间发债的那些债券。这事儿听起来挺好的，有人说这事儿靠谱吗？我说呢，如果说地方政府有这个意志干这事儿，我绝对相信，因为地方政府既有资金且有意志，因为要搞政绩嘛。所以我觉得这事儿委托这个地方政府来干非常合理，也非常合适。问题是呢，原来我认为地方政府应该是手上资金是很充足的，因为过去10几年地方政府靠卖房，手上确实有靠卖地确实积攒了很多的资金。但问题是现在的财政就不太方便了呀，财政收入来自于卖地收费，对吗？然后呢收税然后呢还有地方国企就是缴纳红利，这构成了地方的财政收入。问题是现在经济增长非常的平静 ，A 股上市公司今年1季度的收入跟利润都是负增长。那这个时候地方政府就比较穷了，有那么多钱去买房子吗？我跟你说，现在中国有7亿平方米待售的商品房都在账上等着您去买了。7亿平方米，就算一半的地方政府去收购，那就是3.5亿平米。3.5亿平米，中国的平均每一平方米的住房，在全国范围内平均1万块1米，那就是3.5万亿。就算地方政府打半价去买，那也得1.75万亿人民币地方政府有这笔钱吗？因为这都是预算外资金哪来这么多钱呢？那就看中央的意志，发了那么长期的国债，是不是会借点给地方政府用？我觉得很有可能。还有一个，就是这些房子这个如果真的是买下来之后这个只是完成了第1年，对吧？后面还有一大堆接近50亿平米的这个叫住宅施工面积，50亿平米所以不要把7亿平方米的商品房待售作为这个诗和远方了，真正的诗和远方还有50亿平米的这个叫做住宅的施工面积。将来地方政府有这个钱去收吗？我看最终地方政府也不可能有那么多资金。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得要把老百姓的买房的欲望给刺激起来，把炒房的情绪给重新找回来，那政府才能说借力打力，对吧？4两拨千斤正如经济学家吴小平犀利指出的，现在市场上有7亿平方米建好待售的商品房，假设有一半的体量卖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需要3.5万亿的资金才能负担。更为惊人的是，即使眼下靠中央发行的超长期国债补贴，地方政府购买了开发商建好的商品房，市场上仍然有50亿平米的在建面积。所以这个财政黑洞深不可测。过去2年来，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出现巨幅下滑，恒大等多家龙头企业在巨额的债务中崩盘。2021年1月至2023年8月期间，已有超过30家大型房地产企业暴雷。在种情况下，政府出台的这一系列刺激措施，分析认为，这样的措施貌似可以刺激民众购房，但是风险很大，降低首付下限，恐将增加银行坏账的压力，而且救助方案的规模和资金不明确，也引起人们的担忧。一系列房地产市场新政催化作用下，近期地产股债2级市场资金率先活跃。截至周五5月17日，房地产板块本周涨幅约为 8.88%， 地产债周涨幅近 8%，
根据统计局公布的多项4月份经济数据，一线城市4月份新房和二手房价格全面下跌，新房价格出现了9年多来最快的降幅。同时，今年前4个月的房地产投资同比下降了 9.8%， 房地产销售额同比下降 20.2%， 新开工面积下降 24.6%， 再次凸显中国房地产危机正在日益恶化。中国经济长期以来严重依赖房地产，然而，这种发展模式带来了严重的金融风险。房地产行业的发展高度绑定银行系统，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严重金融危机。中国政府从2016年提出"房住不炒"的口号，旨在抑制房价过快上涨，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这体现了政府对房地产风险的担忧和对经济转型升级的决心。近年来更是大力补贴光伏和电动汽车的发展。随着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进入第3年，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提出不允许中国籍和俄罗斯发展贸易，又出口过剩产能给欧美国家，纷纷对中国出口的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征收高额关税。现在中国进入严重的经济衰退，美国坚决严防中国获得 AI 新技术，让中国政府在2024年初寄予厚望的新质生产力山穷水尽，影响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前不久，自然资源部近日发布通知，商品住宅去化周期超36个月的城市暂停新增用地出让。这个举动让几乎所有的3、4线城市和一些经济发展很差的2线城市财源枯竭，同时几乎所有的民生相关的服务纷纷涨价。广州的水价上涨超过 30%， 高铁票价上涨超过 20%。著名投行高盛对中国房地产曾做出过最著名的预测 ：L 型复苏。好啦，小伙伴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希望大家喜欢，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分享您的看法。我们下期再见。